听到这些话的时候，你觉得去农村做客给红包到底合不合适？不用的了，你要是出门，你我说，我们是在家了。如果你那个真额会下来，自己不招待你。这是我自驾旅行云南的路上，在我经过弥勒大山里的小村庄时，发现了主人家门前紫色的花花。出于好奇我就进村去探秘，然后遇到了这两位热情好客的奶奶。看完这个故事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感叹，这个世界上真的会有如此淳朴的人们吗？风里雨里，我在村口等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简小白，这个是安妮，这个是波妞。我们现在来到弥勒大山里面的一个村子在我的身后呢，土长房修建在这个斜坡之上但是呢，今天美中不足呢，就是下点雨的。然后我们经过一路弯绕的山路，跋山涉水，终于来到身后的这个村子虽然下着大雨，但是呢，我依然相信我今天能够碰见我的有缘人。跟着我的镜头，咱们一块儿出发。这个村子呢，就在咱们的远处咱们现在走过去。最近运气不太好有一句话说叫猪撞树上了我也给撞树上了，还没有消退还是个黑乎乎的，顶着这个黑眼圈。咱们进村，有缘人不会把我当坏人吧？你们看一下这个树它有一股很奇怪的味道都忘了它叫什么名字了。还有这个是长的核桃吧？我没猜错的话，这应该是核桃。兄弟姐妹们，哇，长了这么大一棵核桃树哇，这么多鸡哥，而且站在那儿还不怕我们弥勒这边我是第一次来，看来这边的鸡还不知道我们的名号。这个也是正宗的走地鸡呢哇，这棵三角梅好漂亮，我终于知道它的名字了。兄弟姐妹们，好美你看这个土长房在这棵三角梅树下，哇，天真的好美。要是有阳光的话，这个画面太美了。三道水是位于弥勒大山里的小村庄，这个平凡的村子或许第一眼看上去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，但是今天我所遇见的人还有当地的美食，一定会让你有新的认识。你更会好奇，这个东西真的可以炒来吃吗？老人家，你们这里是啥子民族哈族哈族哈族这个是你家嘎？我兄弟家。你兄弟家？这个三角梅长得好漂亮嘎。紫藤花嘛，我们就是哈。紫藤花？那个狗狗在上面。嘿嘿。老人家出来了。哇塞，真的漂亮这儿。那个狗狗站在上面好美，这个画面。婆婆你好，听不见他说是紫藤花，不是吧？这个好漂亮，真的好美，你看，哇，太美了。这个是紫藤花还是三角梅？到底是？他们这边柴火都堆得很整齐呢。婆婆，你照不照相？你照不照相？照相？我送给你不收你的钱嘎。我找我的老板呢。你老板一起嘎？他示意我进去吗？这是，哇，他们这种建筑结构我很喜欢，你知道吗？哇塞，好漂亮我贵州遵义我路过这儿来玩，我看到你们那个花漂亮，我就过来进来照个照片。只有你们2个老年人在家嘎？怎么这么顺我一说拍照，他马上就说拍了这个是啥呀？这个能手摸吗？对不起我不知道。吃桃这桃好香我先给你们把香照了。看我正念3、2、1，一眼削一个。3、2、1，婆婆削一个呢。中午饭吃过了？只吃早饭。吃一顿早饭。早上一顿，晚上一顿。早饭我吃过了，我没吃晚饭还早嘎。他们这边这个屋子是那种很传统的老屋子，但是是汉族我以为是彝族。你们这边，坐着躲雨这个桃子可以，它是山上种的，这种桃子很好吃。好呢。小哥哥吃饭，你喂你们呢？跟他吃狗粮饲料。他想喂这个狗狗，给这个狗狗吃点东西。老人也挺心好的。他们家也有燕子窝，人心好，燕子才会来。知道为啥吗？燕子拉屎拉尿，你看，主人家还会专门用个板子给它接起来，看到没有？就说明心好嘛。
这个燕子它就会筑巢在这个位置。小这个屋子呢，怕比你们还大了。你几个儿子啊？有2个，有个可能点。哦，没想到刚踏进村子，奶奶对我这个陌生人是一点不排斥。虽然方言交流上有些障碍，但是云贵川渝的方言大多都是能够互通的。还有一个原因啊，我最近呢在学着云南人说话，这听起来是有些蹩脚，但多少啊给人感觉是有那么点亲切感。雨小了，我再去走走。你吃嘛？我一会儿来拿，我一会儿还给你把照片拿过来，我一会儿再来哈。我们再去走走，去村里面逛逛。其实这个寨子挺漂亮的。云南它的特点在哪里啊？就是蓝天白云，村子里面有很多花，特别是阳光出来的时候，那个阳光洒在那些花，洒在那些绿植，特别是照射在这个黄土墙上泛出来的那种金光，你走在这样的乡村里面，会特别具有那种诗情画意，而且感觉很温暖。你看，随便到处都长得有很多花嘞，啊，你看，就给人感觉很舒服。你看这里也有，啊，哎，婆婆你好。我说去狗咬人，不会，不会干，不会干，啊，就进来逛看。你在做啥子呢？进来，哦，我整着哈，我看看呐，这个编的是啥子啊？做凳子，哦，放东西。啊，我桌子上凳子抬高就到了。啊，你手艺好呢。哎，你还编的有那个呢？这个是啥子呢？这凳子蒸饭。蒸饭的呀。嗯。哦，好久没见过这种了。你们那些别这种干。现在用电饭煲干。嗯。啊。啊，你手一会儿哈。我是脚脏的。哦，脏话子上啊。那个算得上是手工艺品了，兄弟姐妹们，我跟你们讲，你一个人在家干？啊，我一个人。爷爷呢？不在了。不在了。那你娃娃呢？娃们个对面也有个，汉水也有个，那边也有个。3个呢？有7个呢。你有7个娃娃？哦，有3个在村子啊。来坐下看看。好，你编嘛，我看看你咋个编的。稻草编的是吧？搁山上补的。用这个编干？哦。婆婆多少岁呢？79。79呢？身体好呢？你也是汉族干？是汉族嘛？哦。我们这个村都是汉族。我以为是少数民族呢。不是，就有2个少数民族讨来的。哦，那我看明白了，它中间这个是那个稻草，绑在这个边上的这个是那个竹子。是嘛，竹子啊，对，这个要编多久啊？根子大小比那这个盆一样大就够多了。哦，要用几天啊？不晓得几天，昨日我都整了。昨天才整啊？有时候走进这样的大山之中，我发现老一辈的人们在文凭上虽然欠缺了些，毕竟那个年代啊，能吃饱饭就已经很不错了。虽然他们缺少文凭，但是不会缺少文化。像很多手艺活啊，不仅做得很精致，而且他们还会自己手工做衣服、染布以及唱歌跳舞。这就是咱们中华文明的精髓。可能他们不识几个字儿，但用手做出来的东西啊，一定是具有传承价值的。3、2、1，宝宝笑一个呢。在这吃晚饭嘛？我先去逛逛嘎，我一会儿我可以给你把照片洗了送过来，不收钱了。你先忙嘎啊。之前有人说啊，你怎么跟别人聊2句，别人就要留你吃饭呐，留你干啥干啥的。可能是我长得有点人畜无害的样子吧。还有一个哈，就是最关键的问题是，这个云贵川渝的老百姓，特别是咱们山区里的老百姓，真的就是特别热情，就是很好客。这个真的不是嘴巴上说说啊，他是真心实意的。哎，这个上一次我们在陈大哥那里看到的那个芒果是吧？对，就是这个，是不是啊，兄弟姐妹们？天王老子来了，它都是芒果啊！这个是四季豆吗？啊，这个是什么花呀？你看还长得有像四季豆一样，这不会真是四季豆吧？哇塞，你们看一下，这种土长房，像这种大面积的哈，真的很少见了。有人说看到这个代表什么贫穷啊，或者说什么什么的，其实我没有这个观念，甚至我觉得哈，这应该是一个财富，就是道路交通发达之后，像这样的房子它保留好、建设好，真的是这个村以及这个地方后人的财富。你别看把它修建得很好，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，旅游业的发展来看，这才是财富啊，就很有感觉，你们知道吗？像这种黄土夯筑的房墙，它有很多画面，特别出片啊！很多人就觉得我们去哪里旅游啊，去哪里玩是吧？
就一定得去一些我们传统认知上的景点。其实不管你在哪个地方，只要是老房屋建筑结构的那种村子啊，它一定出片的。像这种黄土夯筑的房墙，它一定出片的。为什么？像这种颜色，它是形成了鲜明对比，在视觉上面是比较有冲击力的。然后再加上它这个瓦片这种结构，可能你们会觉得这样看过去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，对不对？但是从摄影师的角度，我拍一张给你们看，你们就知道了。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是这样的，你看蜗牛从中穿梭过去，是吧？但是当我们把焦距往前推，把空间压缩一下，再压缩地面丝路的那种反光，然后再结合这个墙体，就会有感觉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拍横版，可以拍竖版的照片。这个下雨天呐，走到哪儿都比较离离。你看安妮已经底盘完全湿脏了哈，感觉这没有什么人哦，除了我们刚刚进村的时候有2户人家。这个地方也好漂亮，这个村子没有阳光都这么漂亮啊！要是有阳光，这些道路啊、房墙再修缮一下的话啊，那真的就非常美了。你们看一下这个画面，是不是非常漂亮？雨又下大了，我们在这里看到有好多人哦，在干嘛？还是在打牌呀？你们好。我们旅游路过的，你们在打牌嘎？你们好，你们好，打牌耍呢？耍嘴裤子。耍嘴裤子。啊。可这日还去办呢？哦，我就做这个炒点也可以呢。这啥子的？哦，谢谢了，谢谢。哎，怎么有这么多人打呀？6个人一起打呀，我还没见过呢。你们这个打的是啥子牌嘎？升级。升级，6个人打嘎？这不是斗地主吗？里面还有老王呢，好奇怪的打法。哎呦，安妮哦，脏啊，才洗的澡。你们慢慢打嘎。啊，我也打不来嘎，不方便打扰人家。然后呢，我也看不懂，而且这个下着雨，感觉越下越大了，烦死了。在村里转了一圈下来，这雨越下越大，然后就先去打印照片。可接下来送照片的时候啊，真的把我给难住了。咱们把照片打印出来了啊。奶奶其实她的想法是给她做一张遗像，她自己选的在花儿那里拍的啊。然后他们拍了一张合影。这个奶奶的照片呢，我跟她脸部特别稍微处理了一下啊，看上去了就好了很多。他们没在家吗？好不好？在家的。那子啊？照片啊。哦。嘿嘿嘿。多点钱呢？不收钱。不收钱啊？哎，送给你呢。你们不收钱嘛，一直吃哪说？今天在我家吃嘛？在你家吃嘎？啊。好看嘎？好看。啊，我还给他拍了一张照片给你认识嘎？我回去就给你讲。哎，对，好吧。哎呦，不想麻烦你们了。不麻烦啊。可不可以嘎？60岁照的这个相好了嘛，纪念品呀，好看呢。好看呢。好看。吃要办吃的那就求呢。对了。可以呢，的是吧？送给你嘎，不收钱呢。哎呦，给你们点钱嘛。不收，可以这个立起，啊。可以哦。哟，好呢，哎呦，你们啊做人好了。谢谢奶奶。搁在这吃饭，我走回了。你做嘎？在这吃嘛，在这吃。这有米饭，有肉。有米饭，有肉。有菜。比咋？菜比咋？可以嘛？可以，我这个菜我走回了。整点野菜来给你们吃吃。哦，好呢，好，有野菜。好了，走的。好呢。哦，它这里还是个观景台嘎。这个是什么花呢，婆婆？海棠花。哦，这个是指甲花呢。哦，这个啊。吊红。云南人就是爱花儿呢。走在云南的山里面，很多植物和那些花都有它的非常独特的地方啊。哎，这个是什么菜呢？不是小米菜，细色通啊。细色通啊。细色通。细色通，这是不这样子，可以掐了煮吃。可以掐了煮了吃啊。对了。啊，这个菜看着有点好吃的样子哦。我想起一个事，那个奶奶叫我们吃饭啊，我们怎么说啊？两边都在叫我们吃饭。大哥，我给婆婆拍的照片。啊，对，她刚刚叫我吃饭，我跟她说一声啊，我们在上面的那个，哦，感谢哥，我们在上面那个老人家那儿吃，
就后面这里，哪家吃啊？上面那个婆婆一个人嘎。走这家吃嘛。哎呀，这家吃，一路人出门就哪个会出门？我这家怎么出门？我头一回遇到这种，哎，不知道去谁家吃。你跟老年人说一声，你说我们在上面吃饭，让老人家莫整菜了。啊，感谢哥。好运来的时候真的比较丑。你们说到底去谁家吃饭比较合适啊？我其实并不害怕在村里吃不到饭，就怕请我吃饭的人多了以后啊，你去谁家都不太好。毕竟老一辈的人呐，他要是诚心请你去做客，你要不去啊，反而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。嘿，娘娘，是桃子。桃子，啊，谢谢你放那的嘛，感谢感谢。上去做了吃嘛。好，你整野菜呢？野菜。哦，你们是姊妹吗？都喊我喊娘娘。喊你娘娘啊？我说给你们拍个照呢。好巧。好害羞啊！这个小厨房这里还有一个窗口，这样看出去。这个是啥子菜嘎？蚕豆。蚕豆嘎？哦，蚕豆放这个。萝卜和。哦，放这个肉呢？放肉，这样煮着吃。这雨是越下越大了，没有停的意思。雨越来越大，待在这样的小山村里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惬意感。我很享受此时此刻，奶奶在屋里做着饭菜，屋外的白噪音让我忘却了一切烦恼。蒸饭啦！嗯。哎呀，叔叔你好，我不蒸哦，我不蒸哦。少糊的，难得在一起的少糊的。宽子要不来吧？我的，难得在。这个是啥子酒呢？橄榄酒。哦，走。好呢。哦，这个是那个芭蕉花呢？棕花。啊，谢谢。太能吃了。好呢。这2年先给吃完了，给我就蒸着办。我那个蒸子大了。好香啊！那是土豆嘛？是呢。这个是啥子菜呢？猪肉嘛。哦，我尝尝呢。它叫啥子名字哦？喊老白花。老白花。老白花菜老配了长多久？哦。山上炒来的。哦，山上炒来的啊。是啊，你用口味给头吃饭。我们整这个口味很。这个是啥子啊？这个我们是喊带儿，怎么喊？好下饭啊！不合口味。合口味，好吃呢。就是我们地方吃的口味跟同一个地方差不多呢。差不多的。合口味呢。好的。哦，那个是棕花。我尝尝呢。苦呢。有点苦。我吃不来，没吃过。和你们地方比较。没得。小时候啊，总会看到树上挂着很多这玩意儿，但从来不知道这东西还能吃，而且大人会告诉我们这不能吃，所以在我的认知里，这玩意儿应该有毒。没想到在这个小山村里，竟然还能吃上棕巴。我估计啊，你和我一样很好奇，这真的能吃吗？你们吃得来苦瓜不？吃得来啊。你们吃折耳根不？吃。薄荷呢？是嘛？柠檬叶呢？是啊。今天吃菜，哎呀。谢谢哥，谢谢宝宝。会吃嘛？吃点小糕。我好害怕这个啊！这个是尝尝。那萝卜丝。萝卜丝啊。萝卜丝裹点米面。哦。好吃。这个还可以啊。不敢了，我不敢了。一个不常要1年啊？你活200公斤？这是自然噻。你说我是医生啊？我不是，我是照相的。我是村民喊种子人嘎。这时候你们连村民喊了啊？不是啊，我自己玩，我路过看到起嘎就来了嘛。不下课了。晚上啊？我们要回去了。几早点嘛？迷了。再吃点。我也吃了2碗饭嘎。在我们这地方只是2顿了。2顿我要饿了，我饿得受不了了。我早上7、8点我吃，中午12点左右我吃，下午5点左右我吃。养成习惯了噻。对，养成习惯了。我有个小红包给你，你收着。
收着收着。哎，不能。哎呀，你收着嘛。不能行，我要不到，哎，我再要不到，要不到。哦，我下回再来呢，我就不拿你。那个真下回，你下回你要来，你个人来，没心思，要不到，没行我再。哎呦，是个心意嘛。哎，年轻人愁这个嘛。饭啊，刚吃的忒好点嘛，光着呢，只要吃得个饱。我吃饱了，也吃好了。我怕你没吃饱啊。啊，不能，可是了，你那个真的要不到，不喜欢，说实话我不喜欢。那我去想想，你就修出来了。你是个心意嘛。哎，你现在我领了得了，老人真的口味还不合的。嚯，你看我只吃2碗饭了，我还不喝呢。就我们，年轻人呀。哎呦，你这个我那个是。那个真的，年轻人不要得愁嘛了，。你要是愁没，你们说，我像我说不是在呢，家了。如果你那个真要回下来，自己不招待你。当我听到奶奶说的那些话的时候，内心总会很酸楚。特别是她说“你是出门人”这句话，就像自己家乡的老人对我说的那些。对于云贵川渝的山里人来说，来了客人只不过是多了一双筷子的事儿。不过对于历史的情况，主人家若是不收红包，我会送一些礼物表示自己的诚意，也不让他们吃亏。那我下回来呢，我给你提个东西过来。提那东西，没提没提，我们贵州的特产，可以吧？哦，那个大可以，那个可以吧？哦，那个可以我们贵州的特产可以，好吧？可以。哦，感谢你婆婆，谢谢你，谢不谢。能是你，哎呀，吃好点。谢谢你了哦。哦，我们吃好呢，也要赶路了，要开2-3个小时。俺们你那2个改，哦，我跟他喂狗粮。给的，哎，对不，会去发干。不违反感。感谢你们了，哥。哦，感谢。这3天了没课了，下了我就没课了。下回再来个。趁这个雨小呢，我们把车开出去看。走呢，婆婆啊。好你慢慢看，慢慢，走呢，阿姨。慢慢。哦，好呢，开慢点嘎。开慢点车个，好，慢慢的，你下来同我来个。好呢，婆婆。嗯，走了哈。你慢慢的靠个。啊。我现在回到车里面来，找了一些就是我的库存啊，这个是我一直带在车上没有吃。这个辣椒酱是我们贵州的辣椒酱，遵义那边的，特别好吃啊。这个辣椒我也正准备做，然后手里面这个是蜂蜜啊，也1斤的，这个是很好的高山那种悬崖蜜啊，也是大几百块钱1斤的那种。那个奶奶他们那么好，说实话真的不能亏了别人，是个心意。这个是我们的贵州的特产辣椒，我刚刚在车里面找到了，我以为没有。那个对你老年人好，悬崖上搞的蜂蜜，你这我用那个，没像那个客气。这里面有很多种口味的辣椒，我们贵州的，你们尝尝，送给你们哈，你就收起干啊。啊你说一下来一个都胖嘛，啊，人多胖，没得事的，走了啊。太客气多了，年轻人和那个。哎呀，这个叫礼尚往来，你对我好嘎，我也要对你好嘎，以后再那个啊，拜拜，婆婆啊。我们总是以金钱去衡量万事万物的价值时，却忘了我们相遇的初心。这样质朴的情感，正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。只要你足够真诚，用真心去交换真心时，这一餐饭，这一张照片，就是最好的礼物。